来了来了，这部由韩国人气漫画《照明商店》改编的悬疑剧终于来了。它可是由我爱你以及超异能族的原著漫画家姜草担任编剧。《照明商店》同样也来自于他的同名漫画，这次更是有朱智勋、朴宝英、金雪炫等人的加入，想想都让人期待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走剧情。这是小巷尽头唯一亮着灯的照明商店，女人犹豫了好久，还是决定转身离开。深夜晚归的上班族累到在车上熟睡，抵达目的地的机械提示音将他唤醒。车站长凳上坐着一个女人，她低着头，始终不语。这已经不是上班族第一次见她了，每次都是末班车的时间，每次都是这条长凳。沉默的长发女人和她身边的大号行李箱，上班族从未开口和她说过话，只依稀听见女人用指腹轻触长凳，发出扣扣的声响。反复的相见，上班族早已按捺不住好奇。同样是一个晚归的夜里，他主动问女人在这里干什么。她说她在等，可刚才开走的是末班车，她在等什么？上班族好心掏出手机要帮她叫的士，却发现屏幕不知何时碎裂，好在电话应该还是能打的。女人没有接他的话，而是问了一句：你不认识我吗？听见男人否定的回答，她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。这个夜晚下着瓢泼大雨，女人依旧雷打不动地坐在长凳上，还是那句：你不认识我吗？一声炸雷在两人耳边响起。女人说马上就要到午夜，一天就快要过去，她没有时间了。可现在好冷，想去上班族的家。她提着笨重的行李箱和上班族一起走到公寓楼下，即使很不方便也不肯让他帮忙。上班族按下8楼的按钮，从电梯里出来，两人在深邃的走廊上走了很久，终于到了他的家。房间里很空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。闪电划过，女人的脸被衬得如此诡异。她缓缓走近，大门也在此时关上。今晚的医院似乎很闲，重症监护室的夜班护士们正商量着要去哪里吃晚餐，只留一个朴护士站岗。这里向来严禁外部人员进入，可朴护士一抬头，竟看见一位大叔四处闲逛。他问朴护士：太平间在哪？还没理清这人究竟是谁，监护器突然传来警报，是 B1 床位的病人氧气管脱落。好在抢救及时，没有酿成大祸。可等朴护士再想起那位奇怪的大叔，回头一看，早就没了他的踪影。公寓里，一个男人太过寒冷，不安地缩在被子里，时不时因为狂吠的狗抓狂，骂了几声，再次缩回被子。照明商店的老板时刻戴着墨镜，即使是夜晚也从不缺下。店如其名，他售卖的就是照明用的灯具，早到几十年的复古灯泡都有存货。他在账本上记下每一笔交易，朴护士也在病历本上记录下每一个病人的信息。就在这时，医院里的那位奇怪大叔也来了照明商店。他东张西望，转了又转，像是在寻找什么，最后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，转身离开。直到下一位客人到来，老板紧张的神经才终于放松。照明商店的客人形形色色，尤其是在午夜。而在送走这位客人后，那个因为冷而裹着被子的男人来了商店。他一靠近，老板的眼镜以及灯泡都结了冰霜。男人不是来买灯具的，他似乎在找一条狂吠不止的狗，转了一圈就咒骂着离开。直到这时，刚才差点被他摸到的灯泡才恢复正常。今晚奇怪的客人有很多，没过多久，一双红鞋轻轻踩了进来。他披着长发，一身黑衣，也想伸手触摸灯泡，却被老板喝止，心有不甘地收回手，又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照明商店。而老板从头到尾都警惕着他的动作。学校里的学生们陆续回家，有一个短发女孩依然徘徊在教学楼下。女学生哲叔伸手和她打了个招呼，却没有收到回应。今晚老师们留他们强制自习，学生们聚在一起讲着听来的故事，说是有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混进了学校，每间教室的空桌子就会是那个人的座位。下课后，学生们路过一条必经小巷，说起传闻中巷子里一到晚上就会有人走来走去，还会有奇怪的歌声。但这条小巷是哲叔为母亲跑腿的必经之路。朋友们走后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迈开腿，手机微弱的灯光不足以支撑他的胆量。不知是不是听了传闻的后遗症，他一回头竟真的看见了人影，吓得他拔腿就跑。好在小巷的尽头是照明商店，老板总会递上糖果让他挑选。按照惯例，
他依然选择了黄色的糖果。哲珠和母亲同住，据说父亲一直在国外出差，无法常常见面，而父亲为哲珠定做的防走失项链被他日日带在身边。哲珠讲起刚才小巷里奇怪的人影，老板解释或许是看见了普通人一般不会见到的东西，他将那些东西称为陌生人们。偶尔店里也会有陌生人们造访，老板待得久，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，比如身形越来越高大的女人，覆盖着冰霜的男人，或者浑身滴水的男人。总之遇到他们一定要小心，就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最好。哲珠认真听着老板的话，全然没注意到桌面水迹的倒影里，他的脸变得苍老无比。说完，老板递给哲珠一只手摇式手电筒，方便他在走夜路时减少些害怕。等他走后，老板细心将他吃剩的糖纸攒进一个小木盒中。夜晚静得令人窒息，那个长凳上的女人拖着行李箱向上班族逼近，上班族拿了毛巾为她擦拭雨水，惊讶地发现女人的指腹长了指甲，怪不得她在触摸长凳时会发出咔咔的声响。女人将行李箱放倒，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上班族，缓缓开启了行李箱，里面装的是一整套刀具。电梯行至8楼，哲叔回家时刚好撞见女人拿行李箱出门，他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可女人竟停在原地，缓缓回头看着他的家。这时行李箱滴下血迹。公寓附近来了新租客善海，他不喜欢住在邻居太多的大楼，便在1楼找了个房间，环境一般，设施不齐全。说好的3室1厅，有扇房门却上了锁，可因为房东说这里临近小巷，周围都是空房子，到了夜晚就会很安静，加上房租确实便宜，也没有其他更适合的选择了。善海稍稍打扫一番，用随身带的行李铺满房间，勉强有了温馨的模样。他在门口铺上地毯，甜蜜的家。那扇碍眼的门也被他遮挡，眼不见为净。周围的住户确实一个也没有，但有一点让善海很烦恼，每到夜晚就会传来一个男生唱歌的声音。他在小巷里越走越急，歌声也变得越来越大。等到终于安静下来，善海也睡着了，没注意到他的影子有了变化。黑暗处似乎藏了一个陌生人。近些日子以来，这间便宜的租屋越来越奇怪，灯泡时不知会熄灭，检查电闸又根本没故障。好不容易等到来电洗完澡，吹头发时又听见小巷里的歌声。男生站在小巷里看见前方一个打着雨伞的身影仓皇逃走。本来被歌声吵得就烦，上海的租屋突然又停电了。他转头看见那扇上锁的门里竟然透出些许光亮，走上前不费吹灰之力就拧开了门锁。医生正给重症病人做检查，对方的情况不太乐观，需要继续观察。旁边是一位酒精中毒的病人，有很严重的谵妄症，因为床位不够，临时转到重症病房。患者众多，家属们都在门外等候。医生解释说，接下来只能靠患者的求生意志。看着家属们绝望的模样，朴护士百感交集，他们的声声呼喊一直萦绕在脑海里，挥散不去。有人在洗手间外问朴护士，患者的意志力该从何而生？没有意识的重症患者又怎么会产生意志？朴护士不知该怎么回答。其实他以前也发生过严重事故，失去意识。医生对他的母亲说了同样的话，本以为都没有办法，可朴护士还是奇迹般醒来。不过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如何生出求生意志的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的人拼命拍打着门，灯光闪烁，隔间顶上冲过来一个女人，大喊着救活他。只一瞬间，周围恢复正常。清洁工听见声音，关键的询问发生了什么？难道刚才只是一场幻觉吗？上海走进本该上锁的门，这里挂着一盏明亮的灯泡。取下后，小巷里唱歌的男生吓了一跳，而在上海质问他为何扰民之后，他更是吓得拔腿就跑。临近学校里的放学时间，有学生已经累得倒在桌子上睡着。哲叔几次想叫醒他，却没有成功，只好独自踏上回家的小巷。他用老板给的手电筒壮胆，刚走进去就看见一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黑衣女人。哲叔好心和她一起打伞，顺着小巷走下去，却感觉越来越奇怪。女人的头发似乎变长了，走路姿势也开始奇怪，身形渐渐到了抬头都无法企及的高度。哲叔找了个借口就要离开，一回头，女人竟扭机着步伐跟上来。老板听见尖叫声出来查看，他让哲叔先回家，
随之取下眼镜，而女人停在原地，在和老板对视后慢慢恢复正常。就在这时，熟睡的女学生也醒了，她回头看见没有人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从未见过的女生，巷子里的男生偶遇了提着行李箱的长凳女，他询问对方是否能陪自己去尽头的照明商店，只要去了那里，他就能回家。上海的租屋里又坏了好几盏灯，只能靠手电才能勉强洗个澡。他在清理地漏时，赫然发现一大把长发，可他明明是短发才对。就在这时，仅剩的一盏灯也灭了。男生和长凳女刚好路过，他说起自己害怕这个房间的理由。那天夜里，他分明在上海背后看见了另一个人的身影。上海也感觉到了镜子里突现的人影，每晚睡觉都被监视的感觉。原来总是故障的灯，是因为那个东西要躲在黑暗之中。长凳女想敲门询问，男生拉住她的手，却被指腹诡异的触感吓得跌倒在地。女人告诉他，彼此间并没有什么区别。男生这才注意到自己扭曲的双腿，他强撑着爬起来逃跑，却发现怎么都无法逃出小巷，而上海也打不开那扇该死的门。他砸开窗户求救，男生也精疲力尽躺倒，两人的呼声响彻了小巷。长凳女前脚刚到照明商店，后脚就有一个自称刑警的男人也找上了门。就在1个月前，住在某间公寓的金敏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，他关掉台灯，伪装成无人在家的假象，可门口的动静变得越来越大。金敏崩溃的大声喊叫，直到再也听不见声音才终于冷静。他小心翼翼打开房门，拐角处正藏着一双猫头鹰般的眼睛，急速朝他冲来。画面一转，一个行踪鬼祟的帽衫男搭上从首尔开往江陵的大巴，正要发动时，刑警却叫住司机，遣散了所有乘客，以迫害监护洞独居女性金敏并纵火灭证等罪名逮捕了帽衫男。而他抬头看见前方一个熟悉的身影时，惊得说不出话。刑警将犯人交给来支援的协警，今晚很奇怪，打火机怎么都点不燃。刑警的手上沾满泥土，自动咖啡售货机也停止使用，可以说没一件事是顺的。近几天来意外事故多到离谱，好不容易处理完一桩，又会有新的案子交到手上。这边刚有案件的嫌疑人被释放，说是在一个老人的命案里，这位嫌疑人金香薰就在现场。经过调查发现，他只是个目击证人罢了。夜深，刑警到发生命案的现场勘查，他是出了名的眼力好，即使是再琐碎的事情都过目不忘，就是人太固执，只要被他盯上的案件，就算已经结案也会变成未结案件，直到水落石出之前，他都会死咬着不放。因此他的逮捕率很高，实际率却很低，有一种徒劳无功的执着感。刑警注意到命案老人的门口有一滩奇怪的污渍，在场警员推测，老人的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。他妻子过世很久，平时独居，最近也只是和国外的子孙通过电话联系。老人安详的脸似乎和心梗发作的痛苦毫不相关。刑警移动了放在左边的遥控器，总感觉有哪里不太对劲。遥控器上只有频道键有磨损，看来老人不会用其他功能，可为何电视上的重播功能开着？种种疑点都说明老人的离去不简单。刑警回了家，空荡荡的，没有生机。这里储存着他和妻子的每一分回忆，触景伤情是人之常情，而有些压在心里让人无法喘息的记忆，则会成为囚笼，非死不得出。老人的验尸报告有了结果，抽取他的血液，确认肌钙蛋白数值后，确认死因正是急性心肌梗塞。验尸官根据老人状态及病历，判断这起案件不需要解剖，而远在国外的遗属也希望老人完整离去，同意了验尸官的提议。按理说案件应该完结，可刑警却觉得遗漏了某些线索。他让鉴证科调取了老人家附近的地图，还真就发现了蛛丝马迹。刑警走访了地图上所有配着外卖餐车的饭馆，逐一排查，最终在天黑时将目标锁定在一家面馆。店里很冷清，只有老板一人在厨房忙碌。刑警点了一份炸酱面，开始打量起四周的装潢。他认得面馆老板是老人命案里的目击者金香薰。面馆没有开通外卖程序，食客通常都是电话预订。刑警意味深长地说，老人的通话记录里没有给面馆打来电话，所以是金香薰自作主张去送的吗？虽说都说老人是急性心梗病逝，但在刑警眼里处处充满疑团。疑点一，
并非病逝的安详模样。1.2 老人从未用过的重播功能。1.3 老人是右撇子，但现场的遥控器却放在左手边。1.4 和外卖箱重合的污渍。1.5 老人脸上疑似老人斑的痕迹，实际上是炸酱面的酱汁。金香薰当然要装作听不懂，没有证据，刑警也不能实施抓捕，只好放下狠话，一定会时刻盯着他。就在1个月后，刑警在街上亲手逮捕了骑外卖车追着女人不放的金香薰。可看到那女人的长相时，他却惊呆了。那不是1个月前因纵火死亡的金敏吗？金香薰叫嚷着，这个女人不该留在这里，就向前冲过去。再次制服她的刑警突然发现，金香薰的眼睛像极了猫头鹰。在那之后，刑警就来到了照明商店，反复向老板确认没有见到金香薰后，又注意到长凳女准备离开，她的行李箱正在滴血。长凳女解释最近刚好到了日子，刑警也没多疑，为她披上外套防御。与此同时，跑到一半的哲叔想起还没买到母亲要的灯泡，折返时刚好和长凳女擦肩而过，可因为老板正在招待刑警，无暇顾及，他也只能匆匆离开。照明商店的灯泡一闪一闪，仿佛正预示着什么。地区急救医疗中心入殓师回了太平间，和助理一起为往生者整理仪容。他听见本该故去的人发出声响，吓得花容失色，而入殓师告诉他，故人离开时身体会有大量气体外泄，属于正常现象。两人郑重地向往生者鞠躬，接着入殓师为他嘴里塞上棉花，防止异味散发和保持往生者面容完整。其实入殓师有一个秘密，谁也不曾说过，他能听见往生者的声音，每送他们离开时，都会劝其放下对世间的留恋。往生者也会怕黑，在被推进停尸柜时哀叹，而入殓师总会说，他们马上会去一个愉快舒适的地方，忘却世间所有不好的记忆。在那之后，只剩下停尸柜里的啜泣。这一次的往生者叫郑维希，朴护士也在医疗中心上班。他像往常一样在地库停好车，却总感觉身后有人在跟踪。等待电梯时，一个踩着皮黑鞋的大叔靠近，他站在电梯的角落，浑身水痕，却不肯按电梯，只说自己要去的是8层。可那里是朴护士工作的重症监护室，这么晚了，早已取消探视，他为何要去8层呢？大叔没有回答，问起楼上发生意外的重症患者是不是很多，还会不会醒来。朴护士告诉他，这种事一般取决于患者们的意志。大叔听完紧闭双眼，满脸痛苦，一片水痕蔓延至朴护士脚下，大叔的身上正源源不断往下滴水。电梯故障，灯光闪烁，眨眼之间朴护士陷于水流之中。快要窒息之时，电梯到了8层，一切都恢复正常，而监控里明明只拍到他一个人。在医院工作久了，见得也多了，这点小插曲并不能影响朴护士的心情。他将耳机放进一位患者的耳中，接到护士长的指示，又来了2位车祸患者。刑警人在照明商店里向老板确认，是否有看到和金香薰相似的男人。他的眼睛很奇怪，就像猫头鹰一般，或许说是猫的眼睛更恰当。就在这时，刑警的眼睛有些变化，他定了定神，继续追问。可老板反问，刑警又是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地方？护士们正在抱怨，因为不久前的大型车祸导致现在是人手不够，床位也不够。酒精中毒的那位病人情况好转，将我移去普通病房。看着对方呆滞的模样，朴护士倒是想到一个方法。酒精中毒的病人时常会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，嚷嚷着泥土掉的到处都是，就像在和某个看不见的人对话一般。重症患者通常会出现谵妄症状，思考能力变差，无法区分空间和人，也会有幻听幻觉出现。那么他幻觉中出现的人会是谁呢？其实那个人朴护士也看见了，他在经历重大事故后捡回一条命，从此就经常看见某些不该存在于世上的陌生人们。他们平常和常人无异，不仔细分辨也都看不出来。那位出现在8楼的大叔是欠下巨额贷，被债主活活扔进土里的重症患者。他在生与死的界限里徘徊，似乎不知道自己该去往何处。于是朴护士为躺在病床上的大叔清理干净耳道，再戴上耳机，就像他曾失去意识时为他戴上耳机的护士长一样。哲叔回家时撞见长凳女，想到和对方在公寓8层见过面，也没有警惕。长凳女问他
为何每天都要为母亲买灯泡。他这才想起来母亲还在家等待，匆匆告别。公寓楼下的游乐设施上，有一个男人正四处张望，说是有狗吠吵得他无法入睡。哲叔用手电筒照向男人，他的身上满是冰霜，根本不像正常人的模样。而男人似乎没打算多做纠缠，询问几句就放哲叔离开。有症重患者恢复了生命迹象，他已经濒临死亡好几次，是靠什么力量才撑到现在呢？朴护士说，或许所谓的意志并不只是来源于他自己。长凳女和上班族，满身冰霜的男人，欠下巨额贷的大叔，逃不出公寓的煞害，以及跌倒在小巷的男生，他们似乎都听见了同一种声音。原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8层重症监护室里住着的患者们。与此同时，哲叔跑回公寓8层，垃圾桶里堆着他买来的灯泡。母亲在家时总是不开灯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听完哲叔的喋喋不休，母女俩紧紧相拥。哲叔闻到母亲身上有一股花香，而那股花香来源于葬礼之上，谁也没有注意到。门外，长凳女正在偷偷窥视。以上就是照明商店1到4集的内容，原剧是周更，出了会第一时间解说。现在已知大部分时间线都是被打乱的，出现在照明商店里的人几乎都是重症监护室的患者。如果没看过原著，可能会有些不知所云的感觉，但前期的铺垫都是为了后期将所有碎片全都整合在一起的效果。严格来说，本剧还是很贴合原著的，所以后面真相揭晓的那一刻会非常精彩，后劲也特别足，相信我，没错的。